民数记1章20到46节默想被神记录的生命。民数记1章20到46节这段经文中，神指示摩西数点以色列百姓，这象征着神在他的子民中做精确的计算，为了预备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摩西和亚伦按着支派记录了所有能作战的男丁，每个支派的总数清楚地被列出来，最后所有支派的战士总数被计算出来，共603550人。这是神为以色列军队预备的力量，他们不是一群浑浑噩噩的流浪者，而是被神记录并装备的战士。这让我们看到，神不只是关心个人的生命，也看重群体的整体发展。每个人在神的计划中都有其定位与责任。仁康是一名大学毕业2年的上班族，在一家大型企业里做基层行政工作。每天早上，他准时进公司打卡，然后开始处理一堆琐碎的文件，帮主管安排会议，整理报表，日复一日。他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，不管我多努力，这个公司那么大，谁会注意到我？仁康常常这么想。有一次，公司举办年度优秀员工表扬大会，当大荧幕上陆续出现那些获奖者的名字时，仁康心里不禁酸了一下。又是那些高层看得见的人。会后，他默默走回办公桌，心里越想越沮丧。我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？有一天，公司突然发生了一个大问题，有一份极为重要的客户合约消失了，主管急得团团转，因为这份合约牵涉到几百万的交易，如果找不到，公司不但会损失大笔金额，甚至可能影响与客户的长期合作。就在大家手忙脚乱时，仁康突然想到，几天前他整理文件时，好像有看到那份合约被夹在一堆过期文件中。他立刻冲向档案室，翻箱倒柜地找了10几分钟，终于在一堆旧文件中找到了那份合约。快拿去给主管！仁康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冲向会议室。当他把合约递出去时，主管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仁康，你真的是帮了大忙，要不是你，这次我们真的麻烦大了。当天，主管特地在公司的内部公告上点名感谢仁康，还在员工群组里写道：仁康的细心让我们公司避免了一场重大危机，大家向他学习。这一次，仁康的名字终于被记住了。当天晚上，仁康回到家，打开圣经，刚好读到民数记第1章。他突然有一个领悟，那些被神数算的以色列人，不只是名单上的一个数字，而是神军队的一部分。每个人都有价值和任务。原来我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人。仁康心想，即使别人看不到我，神一直在记录我。他回想起自己每天默默的努力，虽然没有被及时表扬，
但神从来没有忽略过他的忠心与付出。这一刻，他的内心涌起一股暖流。我在神的计划里不是无名小卒，而是被神记录的战士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数算我们不是为了统计，而是为了装备与呼召。你以为自己只是名单上的一个数字，但在神眼中，你是他军队中的一员。你以为自己的努力没人看见，但神一直在记录你的忠心与摆上。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人，而是被神亲自记录、预备并赋予使命的人。民数记1章20到46节告诉我们，在神的军队中，没有人是多余的。你或许曾觉得自己像个无名小卒，但在神的国度里，你被数算，你被记录，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。愿我们都能勇敢站立，回应神的呼召，成为他所记录的精兵。